Hello， 大家好。这期的话，我们来看猴子孙悟空绝活哥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，还有他的上路对线情况。猴子上单，那不用看啦，不灭加3绿的一个肉猴子。前期的话，其实伤害也还行，但说打的很高伤害肯定不是啦，不会像打野猴子。打野猴子的话就是那种穿甲流，然后高爆发的那种。对线打猴，那个狗熊的话，狗头。这样的话，他想吃刀，这样的话就可以一直打他。其实你打的话，1级 Q 的技能还是很疼的。这样的话就是控线，他来就打狗行动。QE 打一套。血量瞬间残下来，而且还能叠不灭。打狗头的话，你就尽量是一大波兵线进去，这里打一套，加上引燃，秒掉对方。像猴子的话，核心装备就是这个日炎，然后还有可血，这个团战的时候必须的。猴子想扛得更久，或者说去骚扰后排的话，可血是必须要的。然后那个饥客的聚合的话，看情况出咯。如果说你第二件，比如说对方是什么奥恩啊，然后你这局玩的也没那么顺，那你就可以选择做那个法袍。赤阳法袍好像是，就是赤阳法袍搭配那个星之刚。星之刚的话就是能百分比嘛，然后赤阳法袍也会根据你的百分比去造成更多的额外伤害。这里的话，血量打残梦爷就直接越塔了。但感觉送了呀，这不等兵线进去再越，有点急了呀。等兵线进塔的话，其实对方都必死了，但这里面打野有点着急啊。回去的话，可以把日炎给做出来。上单猴子直接开始起飞了，蓝红 buff 加上日炎，3分钟直接掏出一件。就为什么能那么快掏出呢？有个点就是，首先线上有优势，第二呢，肉装便宜，你知道吧？它不像战士装备，就是说 AD 装备、AD 战士装备，都是要3、4千的那个第一件，太拖节奏了。你看肉装的话，2800、3000不到就能，而且性价比特别高。对方有大招，直接硬抽。对面狗头也是头硬啊，头铁。前期其实也没什么太多对线技巧，反正就是逮着他打就行了，把兵线。控兵线，然后兵线进去以后去吃塔皮，把优势扩大。如果反正2分钟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2分钟，记住啊，这必考题啊！2分钟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对方打野在，肯定要他不出现在上路，那你就得小心，他就可能在你这里，知道吧？反正他不出现在其他路，2分钟他不做事。然后你家打野已经做完事儿了，那你这还是，然后你就稳着吧，就可能就在就在你附近的草里面。所以眼的话也没必要太早给啊，比如说这种防gank的眼位，尽量在1分40秒的时候，在河道蟹那里
或者说河道位置放个眼就可以了。这里的话，这个猴子的话应该是没有带这个爆破，带的是那个猛然突击嘛，所以伤害会更高。但正常来说的话，我还是推荐大家带那个，因为他这把是打猴子啊，打狗头，才做了这件装备的。这样的话又跑不掉了，这狗头，两个人伤害很高。这里有盾的话就没必要拆了。像这里面选择打狗头的话，第4件装备神分也是就是怎么说呢，更多的是打个续航，而且有优势，所以可以提前做这种战士装备。军事局的话，其实你还是得全肉。这里面选择做神分，也是想着自己在后排更好的去收割对方的 C 位。就猴子的出装的话，还是有一些，就前面的话，就比如说前3件的话，要么就走这一套，是吧？日炎加聚合，要么就是星之钢搭配赤阳法袍。但日炎的话还是要做的哈，这件是核心装备。估计过个小版本可能又要削吧。现在的那个日炎太多人做了，而且性价比太高了。这里的话直接扛塔，塔都打不动的输出啊，还有闪现的，直接拉开对方。这莫甘娜的话没技能的，直接送掉了，送了个大的。哦，但好没有大招了，其实可以尝试一手，但有可能会被对面反杀。像做了可血战斧的话，清线能力也会变高。这龙女一直上线上出现了。这莫甘娜的话，说实话，他做小绿球，我觉得他不太应该。为什么？因为对面就是你玩中单莫甘娜的话，哈，你肯定是首先得保证自己的清线能力，第一件。你又没有爆发，你本来就没伤害了，你第一件是最关键的，要提前做出来清线。然后，如果你莫甘娜第一件做出来，这里的话打起来，但没什么关系。就是你莫甘娜第一件的话，就是必须得输出，要么面具，要么一些能让你提升你的法强，然后装备效果能快速清线，然后你就可以去游走。然后你去边线带都可以，然后中路放给那个双人路。莫甘娜强就强在他的那个2技能放出来以后就持续烫，如果对方小兵拉不开啊，是吧？一直吃的话，你就等于是吧？你可以吸引对方以后，你去清完线，然后随时可以跑路。这里的话2个猴子搭配梦魇，其实像有猴子有梦魇这种突进阵容的话，你中路选个发条都好打很多，你就给队友套个球，一个大招拉一下
很简单。这里的话往中路靠，因为小龙刷新了，狗头提前到，不过狗头现在前期劣势太大了，所以说他扛伤害还行，但想打出输出就没什么太大作用了。这里的话反倒是猴子后场的一个突进，搅的后排受不了了，对面又拿了2条龙了，拿了第2条龙。但这样的话送掉5个人头，那是有点亏的。刚刚进场的时候全是残血，爽吃了一手。看这里面有可雪搭配日炎，这个推线能力真的很强，比那种战士装的猴子 AOE 很爽。这把的话其实没有第3条龙，等把大龙一拿，这里把线带过去，但队友打了起来，但好像还行，辅助的话应该是没了。然后队友往后退，薇恩跑过来了，那这样的话可以去支援，准备打龙。虽然说少了个人，但正面的话目前来说还是4打4的。这里梦魇找到机会，猴子开起来以后直接飞大招，2段大招扛得住。但薇恩的话必须得控住呀，先回头，先把这个薇恩秒掉。这样的话打野掉了就麻烦了，打野掉了就没办法拿龙，不然的话容易被抢，因为对方还有打野的。这样的话回线上继续清线。哦，又打了起来。打个消耗。哦，这里狗头扛住，龙女没有那个怒气，她是变不了开不了大招的准备龙女的怒气好了，赶紧往后撤。扑过来，还好莫甘娜有盾。可以看到这里面可雪给的那个回血真的很爽。这里薇恩吃到虚弱了，上来可雪，但没有混到太多的伤害。这样的话，对面的射手掉了，可以直接拿大龙了。拿完这条大龙回去，把装备做出来以后，就直接可以一波了。这里面可以看到，这个猴子也不是说，就是说在团战的时候就进去就不出来了，他需要去做一个拉扯。这个版本真的很需要去拉扯，你把就是你的技能或者说你的那些大招那些 all in 在一次的话，你很容易被对面规避掉伤害，或者说队友补不上输出的时候就打不过了。这里的话1打3，但1打4啦，1打5啦，赶紧闪现拉开，对面传送过来。你看这里面对面就是交了很多成本，传送什么都交了，大招也交了。那这种情况下，这边就队友
就很容易做一个打那种反手的团战。这就是一波 all in 出去，你没有秒掉任何一个人，反倒是送出去一个很大的节奏。像这种情况下，对方有大龙的情况下，那是吧？你这边掉，那就是掉塔，也是很大的节奏啊。像有中立资源的时候，是吧？你 all in 出去，然后没技能去打龙团了，那也是一个很大的节奏哦。这里回去，赶紧把这个装备给做出来。这里面其实选择很多，辉耀美德也可以做，但他这里面选择做了神分。神分的话有优势可以做，因为它3400比较贵。太贵了，主要是这件装备。做辉耀美德的话，那种就是打劣势，就是搭配那个星之刚那一套玩法。但你劣势的话，你前期有劣势，但你没做星之刚，但后期的话，你去补星之刚其实也不太理智。那这种情况下，你就没必要去做赤阳法袍，然后就是正常的出肉装，做完以后最后一件补个辉耀美德，让队友是吧有尚有一战之力。这梦魇飞的谁啊？飞中单不去先秒掉辅助，虽然说两边都杀掉了，但还好没出事儿。射手的话跟不了了，再跟进去的话得进塔里面去了。哦，可以再收掉这个维恩。这局的话就这样啦，很顺的一种节奏啊。主要也是这边有一个会玩的肉，真的对整个局势真的很好，很舒服。好，那这期的话就到这啦，欢迎大家收看。